2013年12月9号下午，当忙碌了一天的朝鲜人民回到家中，刚准备打开电视瞻仰一下敬爱的领袖，然而映入眼帘的画面却让他们瞪大了眼睛。只见在庄严肃穆的礼堂上，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穿着正日装的老人被当众揪起，夹在2名军官中间带走。面对这突发的一幕，在场的所有人都神情木然。而这位被当众架走的老人便是张承泽，他是朝鲜金家的驸马爷，昔日领袖金日成与金正日最信赖的左膀右臂，同样也是现任领袖金正恩的顾命大臣，朝鲜中央名副其实的2号人物。而现在他又多了一个新的头衔，朝鲜有史以来最大的叛徒。1956年，一场失败的8月政变彻底改变了朝鲜国内的政治走向。事后遭到背叛的金日成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随即发明创造出了主体思想体系。而在主体思想的影响之下，朝鲜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极为特殊的属于自己的政治道路。张承泽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一步步走向了那个必死的结局。1946年出生的张承泽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在他成长的青春岁月中，除了一副聪明的好脑袋，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足够清白的身世，才使得张承泽能够和许多类似出身的年轻人一样，受到领袖父亲的疼爱。1969年，大学毕业的张承泽被公费派往苏联留学。与大多数人印象中严肃的朝鲜人不同，年轻时的张承泽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主儿，不仅很爱拾到自己，抹发胶、穿西装，而且还极善歌舞，酒量过人。而正是这样跳脱的性格使得张承泽在一众枯燥乏味的朝鲜男人之中显得格外耀眼，得到了不少女生的青睐。其中，在莫斯科的红场上，张承泽就结识了一位同样来自朝鲜的妙龄女子。对方也不像传统朝鲜女子那样古板，自由洒脱的性格搭配上无拘无束的装扮，使得张承泽很快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或许对于当时的张承泽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少年青春的悸动，是一种对世俗的反抗。他一定不会知道，正是这场偶然的邂逅将彻底改变他此后的人生轨迹。因为这个女人叫做金敬基，是朝鲜金家的长公主，金日成的爱女，金正日的胞妹。得知爱女喜欢上了一个穷小子，金日成感到非常不满，于是便勒令校方干预，把张承泽调往另外一所学校学习。而执行这项秘密任务的人，正是未来的另外一位叛徒黄长业。于是，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这项任务并没有被完成得非常出色，反而由于性格刚烈的金敬基坚持，金日成只得被迫妥协。最终，在1972年，张承泽与金敬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一年，他26岁。金陵体诗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1972年是张承泽的喜年，同样也是金正日的喜年。在这一年，金正日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正式步入朝鲜权力的中枢。彼时，虽然身体依然非常健康，但金日成却已经在公开场合毫不避讳地把儿子金正日推向前台。对一些党政干部将金正日称呼为亲爱的领导者，这一似乎明显越矩的行为，金日成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金正日已经被金日成定为了自己的接班人。于是，为这位未来的接班人打造一套能够挑担子的新班底，便成为了金日成最后20年的最大愿望。基于这些，已经成为了自己人的张承泽自然没有可能不被重用。1980年10月，金正日被朝鲜官方承认为金日成的接班人，并亮相于国际舞台。1年半后，在与金敬基结婚10年之际，张承泽被正式启用，出任中央青少年事业部副部长，自此开始进入朝鲜权力核心。由于资料的稀缺，我们无法得知张承泽在这段时间究竟做过怎样的功绩，但通过其职位的晋升轨迹来看，3年一小升，5年一大升，官道亨通的程度实在令人羡慕不已。张承泽真正引起全世界重视，还是在金正日正式继任以后。彼时，由于苏联的突然解体，使得朝鲜国内本就脆弱的经济制度很快便显露出了问题，一时间连基本的民生都难以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涉嫌挪用30吨化肥的中央农业秘书许宽熙便成为了众矢之的。于是，受到金正日的密令，张承泽开始对此案进行调查。果不其然，发现了许宽熙身为南朝鲜间谍的罪证。其作为美国和南朝鲜的间谍，为了让朝鲜的人民饿死而有计划地迫害了朝鲜的农业，并以此为突破口，找到了一大批间谍同伙。据后来的资料统计，在1997至2000这短短3年的时间里，受到此案影响者甚众。毫无疑问，朝鲜政府的这一雷霆手段十分有效地震慑到了国内的宵小之辈。由于此事处理得非常出色，一时间金正日对张承泽的信赖也达到了顶峰。
据外媒援引的消息灵通人士的话，金正日在当时甚至曾当众表示，最忠实我的方针的人就是张承泽，我对他的信任非常坚定。以至于后来朝鲜派遣代表团去往包括韩国在内一大批敏感国家取经时，被金正日亲自指认为团长的人就是张承泽，而这也被一些外媒认为是金正日打算将张承泽推向改革开放路线前列的征兆。自此，张承泽的权力逐渐开始步入巅峰。若金正日体制垮台，最有可能接班的是张承泽，他是事实上的朝鲜第2号人物。2003年7月，朝鲜叛徒黄长业在韩国国会作证时曾经这样说道：虽然不排除黄长业有挑拨离间的嫌疑但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似乎并不是空穴来风。2004年初，张承泽突然从权力的巅峰陨落，被贬为闲职，消失在了正式场合，直到4年后的2008年才被再次启用。在当时坊间就有传闻，张承泽介入到了权力之争当中。2008年9月，张承泽复职成为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第2年3月8号，金正恩当选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候选人，而这也被人们认为是金正日在对朝鲜政治权力移交做准备。因此，从这里不难看出，至少在金正日的想法中，下一个时代仍然有张承泽的一席之地。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下一个时代并不是金正日说了算。2011年12月17号，金正日因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源性休克去世。在后续的追悼仪式上，张承泽被安排在了金正恩身后的位置，有媒体将他与其他6位辅官人一同称为辅官七君子，而这也证明了张承泽就是金正日为金正恩准备的顾命大臣。但彼时谁也不会知道，仅仅在2年后，张承泽便被突然下狱。2013年12月12号，张承泽被朝鲜官方冠以天下头号千古逆贼的头衔，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此时，距离张承泽为金正日辅官甚至都不到2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张承泽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垮台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来自韩国统一研究院北朝鲜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郑永泰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在朝鲜不可能有2个太阳。总而言之，张承泽因驸马的身份发迹，同时也因驸马的身份走向覆灭。或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生命中的一切都已经暗中标好了筹码。张承泽的结局大概从与金敬基相识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吧。